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老师要来教各位的是如何把像这样的一个原始资料呢整理成下面这样子有条有序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表格那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资料会像往上面这样子。有时候我们的原始资料人家提供来给我们，我们剪贴，它就变成这样子。甚至于有一些资料是我们从系统上面抓下来的，复制贴上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那由于资料的来源有很多种，那所以呢，导致资料收集后会变成这样子。这个资料的问题点在哪里？像上面第一个栏位，姓名空格、国文空格、英文空格，好。那但是在第二行的时候，张小明空好几个，大概空了3格才接58分，再空1格接56分，再空1格接88分。那第3行我们看到王大人前面已经空2个格子了，后面再空2个格子接80分，空1个格子接91分，空2到3个格子又接98分。这让我们在做资料整理的时候，这一些空白的栏位会造成我们的很大困扰。还好 Excel 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把多余的空白栏位给它删除掉。这是什么神奇的功能？来，我们来介绍给各位看我们首先呢，要教各位的这个函数叫做 TRIM。好 ，TRIM 我们来看一下它叫什么意思。这边有注解写说，删除文字字串中多余的空格，字与字之间所保留的单一空白将不会被删除。我来跟各位说明一下，它的意思就是说，在张小明后面这边大概有3到4个空白栏位，它会删掉，只留一个空白。也就是说，字跟字中间它只留一个空白，字跟字中间58跟56留一个空白。那王大人因为他左边没有搭配字，所以王大人左边的空白会全部被删掉。王大人跟80分中间留一个空白，80到91留一个空白，91到98这边也会留一个空白。好，那这样子我们的资料才会整齐化。我们来看一下。好 ，TRIM 之后呢，我们的原始资料栏位，好，输入 A1， 按下确定，它会把原始的姓名、国文、英文、数学中间都空一个栏位。从第一个栏位这边我们看还不会很清楚，我们把它复制下来看一下做一个贴上。我们把它贴上之后，会有没有看到张小明空格58空格56空格88？原本这边空3、4格的情况不见了，王大人前面原本的空格也不见了王大人空格80空格91空格98，然后呢，李宗二空格87空格57空格73。各位想一下，把资料杂乱的资料利用函数把它整理成后面的资料，这样是不是简单好看方便许多？的确没错这是我们第一步做资料处理这个公式叫做 TRIM TRIM 把原始资料把它捞进来。那我们把原始资料捞进来之后呢，各位看一下，如果再透过这一个原始资料整理成下面的这一个表格，感觉上是不是比较简单？没错，你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资料整理好之后，一定有办法，而且一定有自动的一个方式将资料简化成下面这一个表格。要怎么做？这边要跟各位报告的是，可以，那方法是让 Excel 里面有一个叫做逗点分隔、空白分隔，也就是说，让它有固定的一个分隔，我们都固定用空白做分隔栏位嘛。那 Excel 它可以帮你调整，你固定用逗点或用空白或用分号或用什么符号做分隔的方式，把你分成这样子不同的栏位、不同的栏位、不同的栏位、不同的栏位。好，所以呢，我们必须把这一些资料做一个资料剖析。我们来看一下在 Excel 上面会有一个资料剖析，
我们把我们的原始资料圈起来，这是我们的原始资料。在资料这边会有一个资料剖析，点进去。资料剖析里面呢，它有跟我们讲说，你的原始资料类型，它在询问你的原始资料类型。请选择最适合剖析您的资料的档案类型。我们的档案类型当然是第一个分隔符号，我们的分隔符号就是空白。它这边有写到用分栏字元如逗号、Tab 键区分每一个栏位，也就是说你有用固定的符号，空白也算是一个符号在分隔每一个栏位哦。那预览选取的资料，这边会看到我们预览选取的资料是等于我们的一个函数，所以这一边有一点错误。这一边应该是要原始的资料，它不可以带入的是函数，所以我先按下取消。这边要跟报告的是说，资料剖析的时候，它不可以剖析函数，它必须要剖析的是那个资料，也就是文字或数字。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一些资料复制起来，我放到旁边，再按下选择性贴上。那选择性贴上之后呢，我应该贴上什么？我只要贴上它的值就好。那这左边跟右边差在哪里？左边是函数，有没有看到我点进去它是出现函数？函数它在做资料剖析的时候剖析不出来。右手边这边呢，看到的是资料，看到的是资料，所以这一些资料才有办法做资料的剖析。好，所以呢，我们继续往刚才的步骤，把我们的资料圈选起来之后呢，再看看上面的资料，选择资料剖析，资料剖析，点进去之后，一样选择我们刚才讲的分隔符号，因为我们刚刚是用空白做一个分隔。那我们选的资料没错吧？有没有看到我们选的资料是第一个栏位是姓名、国文、英文、数学，第二个栏位是张小明586888。好。我先按取消看一下，我们再跟刚才这个部分比较一下。我按下资料剖析，预选的栏位是等于函数，等于 TRIMA1、TRIMA2， 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这个步骤各位要特别的一个小心。来，我们再把我们资料迅速的选起来之后，选择上面的资料剖析，我们看一下，没错吧？这是我们选的资料，然后按下下一步。你可以在此画面中选择资料中所包含的分隔符号。来，你可以在预览窗格看到分栏的结果。来，我这边勾的是空格，有没有看到？它会将空格姓名跟国文中间有一个空格，它就把这边画一行，分栏。那今天你如果是用的是 Tab 键，它就会从 Tab 键帮你做一个分栏。你如果是用分号，你可以，那也可以同时存在 Tab 键、分号、逗号、空格，甚至于你自己有一个特殊符号，你也可以作业。好，那不管，我们今天要用的就是空格，再按下下一步。好，那请在此画面选择易使用的栏位，并设定其资料格式。来，我们的资料格式我们就直接让它用成一般，按下完成。各位有没有超感动的？他把我们的资料这样子就把它分栏出来了，把我们的姓名、国文、英文、数学成绩整个分出来了。好，所以呢，我们很简单的就再把它做一个表格起来，然后文字置中，来，我刚才加个出题，来，再把上面做一个标题栏。动作有点快。各位有没有看到，原本这样子杂乱的一个资料，经过我们一个步骤、两个步骤，就变成一个漂漂亮亮的一个表格，有没有很神奇？来，我很快的再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我们今天谈论到的就是说，这一些资料相当的杂乱无章。我们直接用下我们 TRIM 的这个函数，把原始资料捞进来。好，按下确定。我们把它全部复制起来，把我们的原始资料全部复制起来，贴上。
好，这就变成比较整齐了。那因为我们要做资料剖析的关系，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原始资料呢，它是一个资料的文字的一个状况，不可以存在函数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按下复制，在旁边做一个贴上的动作，但是贴上的时候请选择我只贴上值。好，贴上之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原始资料。看到原始资料之后，我们选择上面的资料，按下资料剖析。资料剖析之后呢，我们用的是分隔符号。那特别留意一下，你下面的资料是要正确的。好，然后按下下一步，我们用的是空格，我们用的分隔符号是空格，再按下下一步。那第3步骤，我们直接按下完成。直接按下完成之后呢，我们的资料就整理好了。那为了让表格好看，我们可以在 Home 这边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表格也加上去。那字体要粗一点，我们加个 B， 让它字体粗一点。那我们也可以让我们资料字中让它做一个对齐的一个现象。那通常呢，我们的标题呢，我们也会加一个底色，让人家很清楚的知道它跟我们底下的内容不一样。有没有这样子很快的就把我们原本凌乱不堪的资料简单转换成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完美的表格 ，perfect， 非常棒，非常厉害。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希望这个方法对各位有所帮助，也可以为各位在工作上、在学业上带来许多的注意。咱们就介绍到这边，也欢迎各位订阅我的频道，帮我把影片按个喜欢，按个赞。咱们下次见，拜拜。